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腿上面的这些肌肉够不够清晰。那首先呢，我们从第一张图上来看一下啊，还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外形。内侧的小腿肚子比较鼓一点，这个知识点呢也是在上节课里面强调过。外侧的呢这个凸点呢更高一些，整个趋势呢相对来说更平滑一些。脚踝反过来是内侧的高，外侧的低，在这里有小腿和脚衔接的这个地方，我们隐隐约约的可以在这张图里面看到一点这个胫骨前肌开始的这个地方，以及胫骨前肌结束的这个位置。那在这个下端呢有一个隆起像是一根筋，它就是胫骨前肌的下端的肌腱。那么我们的脚趾呢并没有手那么灵活，我们的脚趾没有办法抓握我们的脚掌整个就是一个负责支撑我们身体和这个走路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的脚趾不会经常去做抓握的动作，所以呢牵引它们动作的这些肌肉，比如指长伸肌、指短伸肌等等这些伸肌屈肌，它得不到锻炼，所以它就没有那么的清晰没有那么明显。那么我们接着继续来看，我先把我们之前讲过的这几个肌肉先给它交代出来从侧面角度看，也就是第三张图，这个角度看上去的话，腓肠肌更加的明显，这个肌肉这种收缩的形更清晰，肌肉和肌腱之间的这个衔接处也更加清晰。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做了一个这种伸脚的动作，足跟是往后收的，也就是小腿后侧的这个肌肉在收缩，拉拽着足跟往上提，那前脚掌呢就往下伸，构成了这样一个动作。因为小腿上肌肉在收缩，小腿三头肌现在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看到第二张图第二张图上面显然比第一张图胫骨前肌要更加的明显一些，我们整条胫骨前肌在这里都能够清晰的看得到。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脚我们就能明白了，这个脚尖是往起抬的，也就是这个脚正在做一个抬起来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时候收缩的就是小腿前侧和外侧的肌肉，上一个动作是收缩的小腿后侧的肌肉，那这个动作呢收缩的就是小腿前侧和外侧的肌肉因为伸肌的肌肉长在小腿的侧面。但在这个动作下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得特别清楚的每一块肌肉它的具体造型、起点、止点以及这个肌肉的边界在哪还是看不到，有可能是这个模特它这个体脂率比较高，每一块肌肉的刻度线没那么清晰。我们看第四张图，第四张图还是比较清楚的，就是胫骨前肌这里，胫骨前肌，大腿内侧的肌肉从上下来，结束到这个位置，大概其结束到这个位置，那它结束的点就是没有那么清晰了。然后顺着下来，这里就是皮下胫骨，那皮下胫骨后边呢，这块就是小腿三头肌腓肠肌和比目鱼肌。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一个隆起，一个细长条的一个隆起。这一块它不是肌腱它也不是肌肉，这个叫大隐静脉这是一个静脉的一端，在这个位置比较突出。我们在这个脚的隆起的这个踝骨的后边，能不能看到两根肌腱？这里有肌腱这个肌腱是从脚踝骨的后侧绕过来的，然后呢它是结束在脚底的这个肌腱呢是指长屈肌，还有一个就是胫骨后肌它从胫骨后边出来的，也就是它出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先找到胫骨内侧的这个脚踝是直接连在胫骨上的，它从胫骨的后面出来，这是胫骨后肌。在上面一点的地方出来的这个叫指长屈肌，然后紧挨着它的就是比目鱼肌。那么比目鱼肌的肌腱连接在脚后跟的跟骨上。虽然在小腿上的另一些肌肉呢，它不是那么的显而易见不是那么的清晰可见，但是呢它的肌腱会更容易找到一些，因为它们的肌腱呢都是往脚骨上走的很多条肌腱不是绕着这个脚踝的后边，就是从脚踝的前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脚腕这个位置它没有脂肪，然后呢也没有肌肉，那在脚腕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些筋，就是小腿上的肌肉的筋在这里出现。那这些筋呢它都连接在脚骨上面，同时呢它也对脚骨起到了一个加固稳定的一个作用，让这个足骨更加的结实稳固。